想象。换上了新人眼光，才会知道默契可以培养。我们并不一样，却能互相给对方力量。都曾无解释望，也曾怀疑感伤，还是遇见真的心，用爱一起分享。别害怕去梦想 ，Never give up 向前闯。世界上没失败，除非你认输投降。别害怕去梦想，倾听内心的愿望。就算碰到阻挡，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现在就要出发，未来才能抵达。汗水和眼泪在飞扬，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带着勇气前往，拒绝半途返航。执着是我们的信仰，要用好的倔强，朝远方飞翔。再过几个月，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真不容易啊！一个真正的家，一间真正属于我们的房子。玉珍，你还记不记得很多年前我们第一次搬出爸妈家的时候住进去的那间新竹的家？忘记？我怎么可能会忘记？那个租来的家，没有一样是新的东西。从桌椅、床柜到电器用品，全部都是拼拼凑凑的二手货。那个时候委屈你了。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好像是好久以前，可是我现在想起来一点都不觉得苦，反而觉得是一段很甜蜜的回忆。阿卡可能要当哥哥了，弟弟，等你出生啊，爸爸妈妈就不用再负债了耶，就可以帮你跟哥哥买大车车哦。这是汪汪汪耶！是小蜜蜂。那个时候，你肚子里还怀着阿伟呢。为了赚更多钱，生了阿伟以后，你还开始出入股市。然后就进入我们结婚以来吵架最多的日子。我又没怪，上次买那一只，后来找人都有，我有说过你什么吗？你是没有坏我，可是你写在脸上，你有感觉不出来。还好，那个时候我们很快就回头是岸了。是啊，从贫贱夫妻苦中作乐，到同甘共苦共体时艰，接着是误入歧途苦海沉浮，然后再进入我生命中最黑暗的那段时光。玉珍，你要庆祝！照你的留言，甲你看起来，你的永寿活到今年35岁。可是现在，我们站在这里，看着即将完工的第一栋房子，让我觉得好富有。不是因为这栋房子，而是我所经历、所拥有的，都让我觉得好珍惜。炒面哦，炒面王志忠负责。哦，老师不行啊，我妈炒面很难吃哎。哦，下次我看到你妈妈，我要跟你妈说。志忠，你放心啦，再怎么难吃，我都会帮你吃光的啊。我是为了她的幸福，不是，是口福。好，我们都知道你的苦心，志忠，你不要担心，等所有的签抽完之后，你再跟其他同学交换就好啦。老师要你们准备这些签的目的，
就是担心家长准备的热食跟饮料会重复。等到最后我们抽完签之后，再统计一遍，确定每个 item 都有人准备就好啦。哦，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是接着我妈妈准备水果就好了。好，继续抽签。抽完签之后，制作邀请卡给家长跟任课老师，还有制作感恩状给师长，以及感恩宴当天教室布置的事情，就交给你们继续讨论。燕伟，下一位同学来抽签，就算没有抽到食物的同学，也会有其他的工作，反正通通有奖就对了。留住。我就跟学生说啊，如果要在外面办一个谢师宴，只不过是吃喝玩乐多花钱，根本毫无意义。倒不如在班上办一个别出心裁的感恩宴，这样子就可以制造一些难忘的回忆啊。妈妈，这样可不可以？哇，阿伟报得越来越好喽。那学生知不知道你有这份小礼物要送给他们？当然不知道，这是要给他们的惊喜啊。那学生做的邀请卡和感谢状，你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喽？是啊，目前不知道，要等到拿到才知道。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真没想到，怎么他们这么快就要毕业了？1年的时间过得好快，感觉上好像才刚接到这个班级，才刚认识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要送他们出校门啊？舍不得啦。有一点啦，不过也很替他们高兴啊，能陪他们走过人生的这一个阶段，其实我也很荣幸，因为他们给了我很多。妈妈，你快哭了。哪有？明明就有。妈妈，你的眼睛红红的。好了啦，再说妈妈就真的要哭出来了，动作快，把礼物包完。爸爸开车带你们出去玩，顺便去看我们的新家。大家动作要快一点哦，再过半个小时，家长和老师就会陆陆续续来了。老师，信，你怎么了？你们不是在准备感恩宴吗？发生什么事了？是啊，可是小王跟他想，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打起来了，我们怎么拉都拉不开哎。什么？怎么会这样？走，老师跟你一起回去。大家都在做事，就你一个人在偷懒。你以为你多了不起哦？了不起哦！我们演得多用力呀！老师不要生气啊，这是我们大家送给你的毕业纪念 video 啦。燕伟，换你！以上 A 计划成功。A 计划？难道你们还有 B 计划？我真的没想到，我期待中温馨的感恩宴会在一场搞笑演出中开始，而且女主角还是我。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的付出。这首歌代表孩子们对大家的感谢，感谢有你们，孩子们才可以一天一天平安的长大。没有您，我们没有办法与古人做朋友，我们无法认识文字和文学的丰富内涵。谢谢您，让我们能写出好文章，也能懂得欣赏文学的美丽。老师一定要订正5次吗？可是我订正1次就记得啦。你不能依你的标准来代表其他的同学，请你订正考卷5次。老师，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如果你不原谅我，我会一直道歉到你原谅我为止。谢谢您，苏老师。编委，谢谢，加油！谢谢老师。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想吃东西，因为实在太香了。可是小龙。各位，我们还有一张最特别、最重要的感恩状还没有送出去。这张感恩状呢，是要送给我们最敬爱的珍奶，也就是珍珠奶茶曾玉珍老师，因为她有时候真的是比我们的奶奶还啰嗦。感恩状呢，在哪里啊？哎，老师，请。走走走啦！到底什么事啊？老师，看那边。人家是谢谢大哥，不是谢谢你哎，搞清楚一点嘛。哦，你们什么时候串通好的啊？老师不知道，这才叫厉害啊！老师，我辛苦啦。老师不要。吴妈妈、吴爸爸，谢谢你们来，拜拜拜拜。谢谢。陈爸爸再见，谢谢你哦。老师谢谢你啊，再见。张爸爸再见。谢谢呀，老师。张妈妈再见。炒饭好好吃哦，谢谢你哦。李宗龙。哟。你跟老师来一下。哦，好。小龙，老师想请你保管班上结余的班费，还有要请你主办明年的同学会，可以吗？这一年你成长了很多，做事情也比以前更细心，还要更认真，所以我想同学会给你来办是最适合不过了。还有。你记不记得老师跟你说过，以后如果遇到困难都可以来找老师？记得。老师说过的话，可不会因为你毕业就失效哦。所以以后，不管是多久以后，只要你遇到困难，
记得要来跟老师说。好。好啦，打起精神来。虽然我们班的感恩宴圆满结束了，可是后面还有一个毕业典礼，而且你们还要继续念书，准备考高中。走吧，回教室继续努力喽。嗯。哎，小龙，我怎么觉得你长高了？真的吗？这个暑假我一定要长得更高。好，再10公分。好。燕伟妈妈，这都是燕伟自己努力的结果。是啊，已经有好几位同学跟家长打电话给我了，我当然很高兴。不过，也是有同学考得不尽理想。不过没有关系，人生就像赛跑一样，就算这圈落后，还有下一圈。而且我也告诉过他们，只要尽力就好。考试不是人生的唯一目标哦。哎，好的好的，再见哦。医生，妈不太对劲了。这个夏天，有30年糖尿病史的婆婆开始接受1周3次的洗肾，进进出出医院多次之后，在我们搬新家请客的那一天，婆婆还是无奈的缺席了。有空再来。不好意思，要麻烦你们，我们待会慢慢来就好了。谢谢你的招待，谢谢，慢走。爸，今天那家餐厅的菜很不错吧？我看每一桌的菜啊，几乎都吃光光哎。是啊，你妈妈没有办法来参加，人在医院，很可惜呀。要不然的话，她一定很开心，因为她喜欢热闹。对啊。喂，好，爱听，马上过去哦哈。哎，军官，你先去把车开过来，小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快点啦！你妈她怎么了？哎呦，先别管那么多，先去医院再说啦。真的，快点！来，她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昏迷，以目前的状况来看，是有点危险。但是如果能度过今天晚上，我想应该就能脱离险境了。妈，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说话。今天晚上请客好热闹哦，我们在餐厅里请了7、8桌，你想请的客人也都来了，菜也很澎湃，所有的面子我们都帮你做到了。现在你什么都不要担心，安心的接受医生治疗就好。我们都在这里陪你。阿挂，我先送爸回去，我再过来。不用啦，今天晚上我跟玉珍会留在这。医生不是说妈的情况已经稳定了，有什么事再打电话过来就好了。可是君伟、君凯，大嫂会去照顾他们，轮流照顾妈的事情。明天我们大家再一起讨论，看要怎么排班。今天晚上我跟真光在这边照顾妈就好了。是啊，爸，你也累了，早点回去睡觉。你妈妈怎么搞的？老是选在家里有重要事情的时候出状况。爸，我相信妈也不愿意这样啊。你赶快回去睡觉，不然妈知道你晚睡，一定要念你。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睡觉嘛。我只希望你妈妈赶快醒来，大声的念我，越大声越好，我都不会回嘴。
你其实为你阿仔家家开小烦恼过，一盘都输，哪有好使用到钱的？你空出来嘛？把该事情只会出一张嘴。他们都来了。 什么呢这个家没有你妈妈，不可能走到今天。她的辛苦我是知道的。有机会她醒过来，我一定好好的补偿她。好啦，爸，这些话哦，我明天早上载你过来，再自己跟妈讲啊。我在她面前讲不出来呀。哎呦，多练习几次就会讲了没啊？先回去啦。哦，好啦，好啦，傻啦，真话，先落呀。宝哥再见。二哥说的没错，这么好听的话，阿爸怎么从来不说给妈听呢？你放心，我相信妈很坚强，他们两个一定会继续抬杠下去的。Daddy， 拜拜。方依依呢？啊，老师像。我爱优质冠军美少女方依依。老师已经自我介绍完毕，也把班级的注意事项跟努力目标大致说过了。详细的内容我会写在给家长的一封信里。以后，这就是你跟我，还有老师跟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好，现在换我来认识你们。简明镜，有。请坐。王月琪，有。老师好。你好，请坐。林爱芳，有。老师，很高兴你来教我们。谢谢，我也很高兴成为你们的导师，请坐。方一，我是。请坐。彭海文，有。老师你好，我叫彭海文。你好，请坐。钟小玉，请坐。我新接的这个班上有一个全校出名的美少女哦，不但人长得漂亮，功课又好，而且还多才多艺呢。你看。才刚升上了2年级，就已经得了那么多校内校外的荣誉。方依依，连名字都这么好听啊！像这么优秀的女生，一定有很多男生追吧？是啊，我今天才一进校门，就被我拦截到一架射向方依依的纸飞机。纸飞机情书，老套了啦！我们那个时代早就有了。我跟你讲哦，像这种品学兼优又长得正的女生，当然会煞到很多的男生啊。我看你以后啊，一定得常常忙着捡纸飞机和赶苍蝇喽。依依的个子蛮高的，她有一种超龄的成熟美，我感觉她有种孤傲之气。跟一般国中生的样子不太一样，我想啊，他是看不上那些乳臭未干的国中男生。不管他看不看得上，对男生来说，这种有距离的美才更具有挑战性啊！就像当年我们的梦中情人林青霞一样。啊！这茶好烫哦！
小心你别烫到了。谁叫你喝茶喝得这么不斯文？亏你还用同事送的这么好的茶具。我忽然觉得啊，如果时光倒流20多年，你不就是你们学校的方依依吗？我？这一张你有没有？听说他很骄傲。全部都是曾玉珍哎，不是第1名就是第2名，哇，他实在太厉害了。哎呀，没有笑啊，他根本没有看，可你还写那么久。我跟方依依应该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吧，对不对，正光？哇，这台车超帅的啦！其实除了方依依之外，我们班的女生都各有各的特色，比如说像活泼外向的林爱芳，还有不爱说话也不喜欢引人注意的钟小玉。才刚开学，你就把班上同学的个性摸得一清二楚啊？那当然，我又不是第1天当老师。总而言之啊，这是一个女生比男生个性鲜明突出的班级，挺有意思的。这还真的会让我想起我国中的生活。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纸飞机？我不知道哎，我也不想知道这些纸飞机是谁射的。如果被我捡到，我都直接丢垃圾桶，根本不会打开来看。所以你不会 care 这些事情，也不会被这些事影响？当然不会，我才没有那么幼稚。我有更重要的事和目标必须达成。好，那我就不用去找出他们的主人喽。谢谢你过来。谢谢老师。哦，对了，依依，老师看过你的成绩，本来想请你当英文小老师，可是班上同学已经选你当学艺股长，这学期班级学艺的活动也很多，你还要代表学校参加好几项比赛。可是，如果英文方面有需要的话，或是英文小老师忙不过来和请假的时候，老师还是会找你帮忙，可以吗？好啊，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好，谢谢你过来。不客气。如果有时间的话，他画的应该就是他自己吧。哇，你们怎么都做得这么整齐呀？我拆开来重弄好几次了，还是这样。我妈有帮我啦，难怪你妈对你最好了，每次都帮你做。我今天早上连等车都在坐，哎，害我来不及搭上车，差点被记迟到。谁叫你都要拖到上课前一天才要赶工啊？还是你故意装贤惠给别的男生看？我哪有啊？爱芳，你真的是因为做这个太专心才坐过车的啊？不是为了看你们那一站的帅哥高中生才晃神的啊？当然不是啊！我发现他已经有女朋友，早就对他没有兴趣了，好不好？哎，对了，我最近又发现另外一个帅哥搬来我家附近，哎，真的哦。你家那边的风水还真好。可惜啊，他不是我们学校的。不过我知道他是田径队的。我上次参加校外体育比赛的时候，好像有看过他，哎，有多帅啊？这个吗？我要怎么形容呢？一个又像刘德华，一个像木村拓哉。爱芳，差很多哎，拜托你好不好？侧面跟45度角不一样嘛。哎，你们看，依依用的材料好高档哦，最贵的线哎，我在家饰材料行有看过哦，日本进口的。我看，哎，爱芳不要乱动方依依的东西啊，你不会生气啊？有什么关系呀？
哦，他连家事课作业都做成这样，又不是要比赛，不比赛也是要打成绩啊。怎么样？你嫉妒啊？才没有嘞，有什么好嫉妒的嘛？反正依依永远都是第1名啊，何必浪费时间嫉妒？你这就是在嫉妒啊！哪有啊？吼，爱芳，这种事情大家都看得出来，好不好？你还不承认？好，来借我研究一下。我没仔细看呐，你不要了，后不要抢我。怎么办啊？啊，依依，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们帮你剪，不用剪了，弄成这样乱成一团，我怎么用啊？教务处报告，教务处报告，2年14班方依依同学，请到教务处。我不想要了，你们直接帮我丢掉吧，我再买就是了。丢掉会不会太夸张啊？谁来追我这？搞什么东西啊？老师，你们吃饱了？有事吗？我想问一下，这句子 He has cleaned the rooms， 这句话 rooms 可不可以不要加 s？ 这不是已经交换批改完了吗？而且，既然是考默写课文，课文中的句子如果有加 s， 这里就应该要加 s。可是不加 s， 这句子也没有文法上的错误啊。咦？老师刚刚说过，这是课文里的句子。按照课文的文意，主词 he 的确打扫不止一间房间，所以不加 s 不太好哦。不太好，并不代表有错啊。拜托一点好不好啊，依依？老师已经说过这是考默写课文了，那既然是考默写，就是要一样才算对啦。可是老师，我现在输简明进1分。如果这个字不扣分的话，我就可以跟他平手了。原来你们在比分数，不是在争对错与道理。咦，你的英文程度本来就好，明天还要考文法，老师相信你绝对有机会把这1分赢过去。你现在让简明进1分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嘛，才1分而已，你也要那么计较？1分耶！咦，老师觉得同学之间有良性的竞争是很好，可是竞争跟比赛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彼此进步，而不是去争分数的多少。还有问题吗？没有了。谢谢老师。以后检查班上整洁的时候，就照着老师设计的这张表来做评分。你是卫生股长，所以要把上面列入评分的项目告知同学，这样每个人在打扫的时候才可以确实把自己负责的工作给做好。怎么了？有问题吗？老师，这会不会太仔细啊？我觉得。你觉得很难做到？嗯。乍看之下或许很困难，可是你看。像教室区只分成4个部分：窗户、地板、走廊、黑板。窗户的部分最简单，只分成2个评分项目，就是玻璃跟窗架。很不错哦，挺干净的。还有，打扫结束后要看打扫工具有没有整齐放在教室后面，以及垃圾有没有确实的分类。等一下，这什么？所以，你们已经向依依道过歉了。以后没有经过本人同意，不要随便动别人的东西，知道吗？老师，我们知道错了。还有，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打扫的时候方依依不在？依依好像是去写还是去背演讲稿了，她代表学校参加演讲比赛。哦。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吗？
一从1年级开始就常常要比赛而请公假，也常常为了准备比赛就没有参加自习或是打扫。好，我知道了，你们可以先回去了。谢谢老师。爱放，有没有怎么样啊？没事啦，老师只是问清楚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在垃圾桶里啊？啊，那你怎么说？就实话实说啊，说是依依不要，叫我们帮他丢掉，难道不是吗？依依，刚才老师那个，现在没时间跟你们说话，训导主任找我。这刷什么大牌啊？对啊。方一，主任，你找我。关于那个演讲比赛的演讲稿，演讲稿我已经我想，请帮我看一下。我知道我跟依依哪里不一样。打扫时你不在，询问同学才知道，你去准备演讲比赛了。个人荣誉固然重要，但分担班级的工作是每一位同学的责任。老师希望以后任何人不参加班上的活动或工作，都必须经过老师的同意。如果有疑问，欢迎你随时来找老师。我参加演讲比赛也是为校争光啊。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就不行？君伟，换你洗澡了。等一下嘛，我连一个字都还没写。这么简单的题目你都不会，你有没有朋友啊？谁说我没有朋友了？那你还不会写哦？我朋友太多了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写。我下来问妈妈好了。问妈妈？妈妈的朋友只有翠芳阿姨一个，有什么好问啊？对，我都没看过妈妈其他的朋友，可是为什么啊？玉珍，你怎么现在才吃药啊？也还没睡？我在等你回来啊。妈还好吧？哦，妈今天下午刚洗肾回来，看起来气色还不错。那就好。你怎么了？就是我今天啊，听见阿凯跟阿伟在讨论作文，题目是我的好朋友。阿伟说写不出来要问我，阿凯就说你问妈妈也没有用，因为啊，妈妈除了翠芳阿姨，哪里还有什么朋友？你不高兴啊？我没有不高兴啊，小孩子不过诚实说出他们的感觉，不是吗？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而且你也说过，你从来没有什么闺中密友，也没有什么姐妹淘，所以我才能这么幸运，一直当你的好朋友啊。其实我仔细回想了一下，从小我好像就不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我不喜欢把那些时间花在聊天上，我总觉得有比交朋友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是啊，你把什么事都做得很好。可是，我却让所有的人觉得我有距离，太骄傲，甚至是眼睛长在头顶上。的确，我的青春期大部分时间都是独来独往。当时也许不觉得，也不在乎。可是我现在回头看，我知道我生命里缺少了什么。要不是我生了一场病，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的超完美主义让我失去也错过很多。我就是喜欢你的自省能力，实在太强了。你别求我了，我要说的重点是，我决定不能让依依重蹈我的覆辙。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跟我一样，把人际关系跟同侪关系这种人生成绩单上的重要科目修成0分。奇怪，今天在学校是发生了什么事吗？不然你怎么会因为儿子的玩笑话想这么多？是发生了一些小事啦，不过也因小见大啊。
我发现其实方依依一点也不受同学喜欢，她的价值观跟待人处事都有问题，这也是我觉得我跟方依依不一样的地方。怎么说啊？我发现啊，方依依她非常现实，只要是能够得到荣誉跟奖赏的活动，她都高度参与，对于分数跟名次也十分在乎。可是对于纯服务的事情，却吝于付出。也就是说，她所投入的事情都是有目的性的。这的确跟你很不一样。我老婆可是出了名的侠女，最诚正信实，也最急公好义了。谢谢夸奖。就因为是侠女，所以我更要把方依依从这种偏差的价值观当中拯救出来。那你要怎么做？我要等待机会，等不到机会呢，我就创造机会。因为你对方依依光跟她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她太聪明也太骄傲。如果你口才不够好，她会说的让你百口莫辩；如果你态度太严厉，她会认为你在耍权威；如果你态度太和善，她又会认为你没有两把刷子。哇，听起来又是 Mission Impossible。不过我相信你的字典里根本没有不可能这几个字。对，再困难我都要做。因为依依犯的错一定跟校规无关，法律规章也罚不到他。可是自私、傲慢、冷漠，甚至是贪婪，却很有可能成为伴随他一生的原罪。原罪？这么严重啊？放心，你一定会成功的，因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于方依依，还有谁比你更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你不要每次都买这么多可乐放冰箱好不好？阿凯跟阿伟也是一放学回来就喝，这样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哦。太好了，我可以利用这次的机会，好好教育一下依依了。老师，咦，老师，教室布置的成绩出来了，我们班是2年级第1名。我也已经知道了，谢谢你们哦。所以，老师真的忘了吗？所以什么？我是要提醒你，你好像忘了一件事。什么事？你忘了帮我和副学艺股长记嘉奖了。哦，原来是这件事。老师没有忘。我知道教室布置非常辛苦，可是我在想，如果你可以把教室布置当成是对班上的付出，我就要记你一只小功的。小功？是啊。可是刚刚听你这样一说，你似乎把教室布置当成是一件工作，而且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去做的。所以，就如同你所说，记一次嘉奖咯。哦，对了，依依，刚刚听你叫我，我以为你是要跟我谈有关我在你联络簿上面留话的事。既然你没有问，那老师就直接问咯。你对老师留给你的话有意见吗？没有啊。我只是想要解释一下，因为1年级的老师同意我可以为了比赛而不参加打扫和自习，所以这学期我就照做了。每个老师都有每个老师的想法跟做法。对于我而言，如果为了个人荣誉不参与班上的工作，或者只选择可以记功的事去做，而不愿意做无偿的服务，这样就太过功利主义了。我想你可能是不知道其中的差别，所以才特别提醒你。最近我们共修处的活动越来越多，场地也越来越不够用。我想我们应该要想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了。怎么样一劳永逸啊？就是替我们中立教联会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你有时间画海报，却没时间跟我们讨论，你会不会太自私、太现实了？我自私？
你们不自私的话，就全部负责啊！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就完蛋的话，活该。方一他妈妈到学校来了，怕依依他妈妈一来，老师就会偏心袒护依依吗？可是我们还是会紧张啊，因为这样一弄，我们这组的活动要怎么做啊？班上女孩子的事情比我想的还要复杂，几乎是全班话最少的钟小玉，似乎也把连爱芳当成假想敌。她可能是因为表面想要自我保护，然后因为过度的压抑之后，某一件事情的刺激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依依，你知道上天对你有多厚爱吗？可是如果少了谦虚跟柔软，就会注定一直寂寞下去。这是你要的人生吗？我知道